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常被忽视却十分重要的口腔难题——牙龈萎缩。许多人年纪大了，会发现牙齿好像变长了，牙缝变大，还时常塞食物。英语里甚至有句俗谚 "long in the tooth" 来形容人变老，因为老马的牙龈会随年龄退缩，让牙齿看起来变长。难道我们人类也注定年纪一大，牙龈就会节节败退吗？牙龈萎缩是否无法逆转，只能束手无策任它发生，还是其实有办法挽救？我们甚至能让退缩的牙肉长回来呢？最近一位知名牙医师就透露，只要停止做一件事，并掌握一个简单方法，就能大幅预防牙龈萎缩，让许多人告别恼人的牙周病。到底这个方法是什么？真的这么神奇吗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，揭开牙龈萎缩的成因和解方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牙龈萎缩。简单来说，牙龈萎缩就是包覆在牙齿周围的牙肉组织往牙根方向退缩，导致原本被牙肉覆盖的牙根部分暴露出来。从外观上看，牙龈萎缩会让牙齿看起来变长，仿佛牙齿长高了。其实牙齿本身并没有变大，变长的错觉只是因为牙肉退缩太多。牙龈的作用好比花园里的土壤，紧紧包围支撑着牙根这棵树。如果土壤流失了，树根露在外面，不但不好看，树木也会变得不稳。对我们而言，牙龈就是保护牙根的粉红色护城河。牙龈逐渐萎缩，意味着牙根暴露在外，失去保护。我们常看到有些银发族笑起来牙齿细长，还有明显缝隙，这就是牙龈萎缩的典型特征。根据调查统计，台湾将近80%民众都有不同程度的牙龈萎缩问题，而且65岁以上的长者高达将近90%出现牙龈退缩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牙龈萎缩的几率和程度确实上升。不过，年龄并不是牙龈萎缩的唯一原因，更大的因素在于口腔健康习惯。我们甚至发现，现在不少年轻人也出现牙龈萎缩的状况，这往往和一些不良习惯或牙周疾病有关。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，牙龈萎缩会带来一连串麻烦。牙根暴露后，容易引发酸软敏感，吃冰喝热会酸痛不已。牙龈退缩还会形成明显的黑三角，两牙之间露出三角形的空隙，让笑容大打折扣。更严重时，牙齿失去牙肉和骨头的支撑，可能开始松动，甚至面临掉牙的风险。可以说，牙龈萎缩不仅让人看起来老态毕露，也是真正威胁口腔健康的大事。那么，为什么牙龈会萎缩呢？原因说来其实并不神秘，主要有2大元凶：一是长期的机械刺激或不当习惯，二是牙周疾病的破坏。先说不当刷牙等外力因素。很多人从小就认为刷牙要用力刷才干净，于是拿着硬毛牙刷在牙齿上横冲直撞，每次都刷得牙龈发红发疼。长期下来，牙刷的刷毛就像磨砂纸一样，把牙龈边缘磨损，让牙肉一点点退缩。错误的刷牙方式其实是牙龈萎缩最常见的原因，包括使用太硬的牙刷、用力横刷、刷牙角度不对，甚至使用颗粒粗糙的牙膏等等，都可能对牙龈造成伤害。牙龈是很柔嫩的粉红小卫士，如果我们每天粗暴对待，它早晚会受伤后撤。有人可能还有饭后拿牙签猛剔牙的习惯，或者喜欢用牙线棒随便一条了事。但这些看似清洁的举动，如果方式不对，其实可能戳伤牙龈或让牙缝更大，加重牙龈退缩。再来是牙周病等感染因素，这是另一个牙龈萎缩的大魔王。由于口腔不洁，牙齿周围堆积了牙菌斑和牙结石，滋生的细菌长期侵蚀牙龈，造成慢性发炎，也就是牙周炎。发炎会破坏支撑牙齿的牙槽骨，骨头一流失，牙龈也跟着往后退。更麻烦的是，牙龈一萎缩，就在牙根和牙肉间形成缝隙小囊袋，更容易藏污纳垢，细菌躲在里头作怪，导致发炎加剧，让牙龈退缩变本加厉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许多牙周病患者就是在这种循环下逐渐丧失大量牙肉和骨头，最后牙齿松动脱落。除了刷牙方式和牙周病这2大主因，还有一些次要因素也会导致牙龈萎缩。例如假牙没戴好，牙套不合适，长期摩擦压迫牙龈，也会让牙龈受伤退缩。抽烟也是帮凶之一，
烟中的尼古丁让牙龈局部血管收缩，营养供应变差，牙周组织得不到滋养，时间一长就萎缩了。再比如夜间磨牙或咬合不正，使某些牙龈承受过大的不正常力量，也可能导致局部牙龈退缩。可见牙龈萎缩的成因复杂多样，但归结起来常常是外伤刺激加细菌发炎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并非单纯老化那么简单。当牙龈开始萎缩时，我们可能会出现哪些警讯和症状呢？有几个信号非常典型。首先是牙齿看起来变长，也许一开始不容易察觉，但拍照或照镜子时细看，会发现某些牙齿的牙颈部靠近牙肉的部分露出了一段黄褐色的牙根，让牙冠部分显得比以前年轻时长了。第二是牙齿敏感酸痛，牙根表面没有珐琅质保护，直接暴露在口腔中，一碰到冷水、热茶、甜食、酸食等刺激，就会引发酸软甚至刺痛的敏感症状。很多中老年人咬个冰西瓜，喝口热汤，齿根就酸得受不了，就是牙龈退缩导致牙根敏感的结果。第三是牙龈经常出血，健康的牙龈其实不太会莫名流血，如果每天刷牙漱口都发现牙龈容易出血，尤其是在刷靠近牙肉的地方或使用牙线后，这可能意味牙龈发炎甚至萎缩。退缩的牙龈与牙齿之间形成缝隙后，很容易藏住食物残渣和菌斑，清洁不易到位，结果反复发炎流血。第四个明显迹象是牙缝变大，出现黑三角。当两颗牙之间的牙龈乳头组织因萎缩而消失，就留下三角形的空洞，看起来黑黑的，非常影响美观和自信。我们在镜子前微笑露齿时，如果发现牙缝处有三角暗影，那就是黑三角在作祟。最后也是最严重的症状是牙齿开始松动甚至移位。牙龈萎缩通常伴随牙槽骨的流失，当支撑牙齿的骨头少了，牙就像地基松动的房子，慢慢开始摇晃，位置改变。如果任由发展下去，最终可能掉牙。要知道，成年后掉牙可不是小事，那意味着我们永久失去了一颗真牙。很多牙周病晚期患者就是因为长期牙龈萎缩和骨头流失，最后一口气掉了好几颗牙，不得不求助假牙或植牙。但没有什么假牙比得上自己原生的牙齿啊，所以千万别让牙龈萎缩演变到那一步。了解了牙龈萎缩的严重性，大家可能会问，难道这真的是无法避免的吗？是不是人老了就只能接受牙龈萎缩、牙齿变长这个事实？其实并非如此。年龄虽然是个因素，但正如前面分析的，牙龈萎缩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防和减缓的。我们发现许多牙龈萎缩背后都藏着一些常见的误区和迷思，如果能及早改正，牙龈未必一定会一直恶化下去。有些人认为牙龈萎缩是基因注定，父母有自己就躲不掉，只能听天由命。其实遗传确实影响牙龈厚薄，牙龈生得较薄的人更容易萎缩，但后天的护理更关键。如果能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，定期洗牙，看似脆弱的牙龈完全可以健康的陪伴我们一生，不会无故退缩。另一个常见迷思是，刷牙流血就别刷那么仔细。不少人刷牙时看到牙龈出血，反而心生恐惧，于是更不敢碰触出血的地方，结果让那些角落更积满牙菌斑，发炎更严重，牙龈更容易出血和萎缩。正确的做法恰恰相反，牙龈出血通常是发炎的讯号，提醒你该更仔细清洁。只要用正确温和的方式把牙龈缘清洁干净，几天后出血症状就会减轻。还有的人相信不要用牙线会把牙缝撑大的传言，其实牙线若使用得当，不但不会拉大牙缝，反而能去除牙缝间的牙垢，防止牙周发炎萎缩，让牙缝变大。不用牙线才是真正让牙缝日渐变大的元凶，因为邻面蛀牙和牙周破坏会把邻近两牙间隔的牙床组织慢慢摧毁，黑三角就跑出来了。那坊间流传的一些牙龈萎缩偏方又是否有效呢？近年来网络上各种保健小妙招很多，其中就包含专治牙周问题的涂法，比如油把法和喝绿茶等等。我们常看到文章宣称每天晨起用椰子油含漱20分钟，可以排出毒素，减少牙菌斑，治疗牙周炎。又或者有人说每天饭后喝一杯无糖绿茶，
利用茶多酚杀菌抗氧，可以预防牙龈萎缩。这些说法听起来很诱人，但真相如何呢？专业牙医师指出，油拔也就是用食用油漱口，对口腔确实有一定帮助，例如稍微降低口腔细菌数量，减轻牙龈发炎和口臭，但是它的效果远远没有刷牙牙线来得直接和全面。毕竟牙菌斑附着在牙面上非常顽固，仅靠温和的油来回漱口，并不能彻底清除菌斑，而且20分钟含一口油对多数人来说也不是件轻松事。油拔可以作为辅助保养，但别指望单靠它就能救回已经萎缩的牙龈。至于绿茶，研究发现绿茶中的儿茶素等成分有抗氧化、抗发炎作用，经常饮用无糖绿茶对牙周健康有正面作用。一些研究甚至显示，每天喝茶的人牙周状况稍好于不喝茶的人。然而，单靠喝茶同样无法逆转已经出现的牙龈萎缩，把绿茶当成保健辅助可以取代日常清洁就不行了。另外，老一辈常说的盐水漱口治牙肉肿痛也有一定道理。生理食盐水漱口能够减轻牙龈肿胀、杀菌消炎。在牙周治疗后，医生也常建议病人用淡盐水促进伤口愈合。但是千万注意，盐水漱口只是辅助，不能代替刷牙，而且浓盐水长期使用反而可能刺激口腔黏膜。还有人喜欢拿盐巴刷牙龈，幻想用盐的摩擦和杀菌让牙龈更强健，这其实是非常刺激牙肉的做法，非但不能让牙肉变强，反而可能把牙龈刷得更薄更伤，千万不要尝试。总而言之，无论是网传的哪种偏方，终究都绕不开一个事实，牙龈萎缩的核心问题是牙菌斑引起的发炎，以及牙龈组织的血液循环不良。偏方如果无法有效清除菌斑或改善牙龈养分供给，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我们还是得回归科学原理，找出对策。那么回到开头提到的名医的一招秘诀到底是什么呢？既然牙龈萎缩的关键在于去除刺激因素并促进牙龈血液循环，其实解方呼之欲出。这招秘技说穿了并不复杂，重点就在于改变我们的刷牙方式。黄伟嘉牙医师，也就是知名的面白牙医指出，现代人每天都有刷牙，却还是普遍存在牙龈萎缩。问题多半出在刷牙方式错误。如果我们停止那些伤害牙龈的清洁习惯，转而用正确温和的方法清洁牙龈并按摩牙肉，牙龈组织是有机会慢慢恢复健康，重新变厚实的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改掉错误刷牙这件事，再配合简单的护龈方法，大部分人的牙龈萎缩都能有效预防甚至改善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鼓舞人心？那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刷牙护龈方法呢？接下来我们就一步步具体说明。第一，选对牙刷并温柔对待牙龈。过去大家可能没留意，其实牙刷软硬度对牙龈影响很大，我们应该选择软毛牙刷。刷毛细软才能在清洁时降低对牙龈的刺激。许多人误以为硬毛刷才能刷干净，但硬刷毛像钢刷一样刷在牙龈上，很容易刮伤牙肉，还可能磨耗牙齿釉质。软毛刷配合正确技术，同样可以把牙齿刷得很干净，却不会伤害牙龈。黄医师特别强调刷牙时不要太用力，很多人口号喊着把牙垢刷干净，手上就不自觉使出九牛二虎之力，甚至紧握拳头刷牙，结果刷毛压弯，牙龈都被压得变形出血。其实刷牙力度只需适中，像拿笔写字那样轻松握着牙刷就够了，太大力反而适得其反，把牙肉刷退了，还可能刷出楔形缺损，牙根部被刷出凹槽。第二，掌握正确的刷牙角度和手法。牙医师们都推荐一种护龈效果极佳的刷牙法，叫做巴氏刷牙法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将牙刷斜45度对准牙龈边缘，让一部分刷毛轻轻伸进牙龈和牙齿交界的沟槽里，然后以小幅度颤动或画小圆圈的方式刷牙，每次刷一小段区域，移动时慢慢挪到下一段，确保每颗牙的牙龈边缘都被刷毛细致的清洁到。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去除龈沟内的牙菌斑，又不会伤害牙龈，因为动作轻柔且角度正确。相反，如果我们像锯木头那样大幅度横向来回拉刷，其实大部分刷毛压在牙龈上，既刷不干净细部，又容易把牙肉拉开受伤。当然，
刚开始练习巴氏刷牙法可能有点费力，动作幅度小，速度慢，但熟能生巧，一旦习惯了，3分钟左右就能刷完整口，而且牙龈会舒服很多，再也不会刷牙后觉得牙肉疼了。第三，每次刷完牙别忘了照顾牙龈本身，也就是说我们要按摩牙龈。很多人刷牙只顾刷牙齿，刷完就漱口结束，牙肉反而没被照顾到。其实每天刷完牙，我们可以花半分钟左右，用刷牙的余光时间给牙龈做个 SPA， 用软毛牙刷在牙龈上画小圈轻刷按摩，或是用干净的手指轻轻按揉牙龈。按摩的重点是动作轻柔，像是给牙肉瘙痒，而不是大力搓揉。透过按摩可以促进牙龈的血液循环，带来更多氧气和养分，有助于牙周组织的修复与再生。就好比植物的土壤需要松土透气，我们的牙龈也需要适度刺激来维持活力。有研究指出，每天适度的牙龈按摩能增加局部组织的血流量，让牙龈更紧实健康。黄医师分享的这个软毛刷清洁加按摩方法，其实就是一招两效。一方面彻底清除了藏在牙龈边缘的细菌污垢，消除了牙龈萎缩的主要诱因，另一方面又温和刺激牙肉，帮助它恢复生机。许多患者按他指导坚持一段时间后，惊喜地发现牙龈状况明显改善，原本容易出血的牙龈变得结实有弹性，颜色从红肿变回健康的粉红色，有些轻度萎缩的牙肉甚至长回来一些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牙根大片暴露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深度牙周病的严重萎缩可以单靠在家刷刷按摩就逆转，但至少在初期和中度阶段，这个方法确实能让牙龈部分再生或恢复健康，阻止萎缩继续恶化。除了刷牙和按摩这一招外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几个关键习惯可以帮助牙龈维持健康，真正告别牙周病的困扰。第一，每天使用牙线或牙尖刷清洁牙缝。刷牙虽然重要，但普通牙刷无法刷到牙齿相邻的侧面，因此牙缝里的菌斑常常被忽略。如果放任其累积，就会形成牙结石并引发牙周发炎。养成每天睡前使用牙线剔除牙缝脏东西的习惯，可以大大降低牙周病风险。刚开始用牙线的人可能会发现牙龈有点出血，那往往是已经有轻微发炎了，持续使用几天出血就会减少。千万不要因为一点出血就停用牙线，正确使用牙线是不会让牙缝变大的，只会让牙龈更健康紧实。市面上也有水牙线、冲牙机等辅助工具，对于矫正箍牙族或牙周患者也很有帮助。总之，清洁牙缝的工具不可或缺。第二，定期洗牙，也就是专业的牙周清洁。就算我们在努力刷牙，还是难免有死角留下一些牙垢，时间久了会钙化成牙结石，牢牢贴在牙根表面，这是牙龈的大敌。建议大家每半年到1年去牙科检查清洁一次，由牙医师或牙科卫生师帮你把牙结石和深层菌斑清除干净。很多人误以为洗牙会让牙缝变大，牙齿变敏感，其实真相是那原本就被牙结石撑着，牙龈被发炎肿胀着，洗干净后牙龈消肿恢复正常，紧贴牙面，反而感觉缝变大了。但长远看，定期洗牙会让牙龈保持健康紧实，远离严重牙周病。第三，调整生活习惯，加强营养。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息息相关，比如戒烟对牙龈健康非常重要。一旦戒烟，牙龈的血循环会明显改善，牙周治疗效果也会提升。再比如，均衡饮食可以提供牙龈修复所需的养分。维生素 C 对胶原蛋白合成很重要，缺乏时牙龈会脆弱出血。早年随手患坏血病就是牙龈溃烂、出血甚至牙齿脱落，所以日常要多吃新鲜蔬果，例如奇异果、橘子、芭乐、甜椒等富含维 C 的食物，保持牙龈组织的修复能力。Omega-3 脂肪酸则有抗发炎作用，适量摄取深海鱼、亚麻、人子等有助减缓牙周的慢性发炎反应。绿茶、红茶和甚至黑咖啡因含多酚，可以抑制口腔细菌和自由基。有研究指出，适量饮用无糖茶咖啡对预防牙周病有帮助。不过提醒，喝茶咖啡要注意不要加糖，以免蛀牙。另外，足够的钙质和维生素 D 对牙齿和骨骼健康也有帮助。
晒太阳和摄取乳制品、深绿色蔬菜等都不可少。还有一点容易忽略，管理慢性疾病，若有糖尿病等问题，一定要控制好血糖，因为糖尿病会让牙周病更难控制，愈合更慢，全身健康稳定，牙龈才有更好条件痊愈。这些生活方式的调整虽然不像刷牙那么直接，但长期下来会让你的牙龈环境大幅改善，对抗牙周病更加得心应手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已经掌握了预防和改善牙龈萎缩的关键正确清洁加按摩，配合其他良好习惯。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出现较明显的牙龈退缩，甚至牙周病相当严重，该怎么办呢？首先不要灰心，任何时候改善都不嫌晚。针对严重牙周问题，还是需要请牙周专科医师介入治疗。医生可能会为你进行深度洗牙含刮除、深层牙周治疗，把牙龈下方根部附着的牙结石彻底刮干净，并在牙周囊袋内进行消毒药物处理，让发炎感染受控。经过专业治疗后，再加上你自己认真维护清洁，发炎消退后，有些牙龈组织也能稍稍恢复，至少红肿会减轻，萎缩速度会大大放慢。如果牙周破坏已经很严重，露出的牙根实在太多，现代牙科也有一些办法可以修补牙龈，比如可以考虑做牙龈移植手术，俗称补牙肉，由牙周医师取一小片自己上颚的齿龈组织，移植到牙根暴露处，让牙肉重新覆盖住部分牙根。这种手术可以修复局部美观，减少敏感，不过属于侵入性治疗，费用也不低，通常会等牙周病控制稳定后再酌情进行。此外，还有一些新技术在研究，如应用特殊蛋白，例如珐琅基质衍生物或干细胞来促进牙周组织再生，以及使用牙周雷射治疗等，试图让已经萎缩的牙槽骨和牙肉重新长回。但这些技术多半针对的是牙周组织再生，恢复附着，并非让肉眼可见的牙肉完全回到年轻时的高度，效果有限，而且条件严格。所以与其事后寻求昂贵复杂的医疗挽救，不如在日常就把功夫做到家，防患于未然。总结来说，牙龈萎缩并非不可抗拒的宿命，只要我们找对方法并持之以恒，多数人都可以把牙龈萎缩的速度降到最低，甚至部分逆转早期的退缩。回顾一下这位名医揭示的简单一招，停止错误刷牙，用软毛牙刷轻柔的清洁并按摩牙龈。这看似平凡的改变，其实威力巨大，许多人亲身实践后都见证了牙龈健康的改善。或许刚开始改变习惯有点难，例如练习新的刷牙方式，每天多花几分钟保养牙龈，但想到这些努力能挽救你的牙龈，保住你的真牙，让你晚年不用受牙周病之苦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想象一下，若干年后，当别的同龄人已经为假牙烦恼时，你却依然拥有结实的牙龈和稳固的牙齿，开心地享受美食，这将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啊！现在你就能为自己的将来做出这个改变。从今天开始，选一把软毛牙刷，好好练习正确的刷牙角度，不再野蛮对待你的牙龈，每晚耐心地用牙线清洁每个牙缝，不给牙周病留机会。刷完牙别急着结束，记得温柔地按摩牙肉，让它保持活力。也许几周后，你就会发现牙龈出血消失了，口气变清新了，甚至照镜子时觉得牙根没以前露那么多了。那些都是牙龈在慢慢恢复健康的信号。当然，别忘了配合定期的牙科检查清洁，确保口腔保持在良好状态。最终，你会发现牙龈萎缩不再是困扰，你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牙龈堡垒。告别牙周病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药物或昂贵的疗程，正确的观念加上每天一点点细心，就是最强大的秘诀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每一位关心牙龈健康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改变习惯，守护牙龈，留住亮丽笑容到老。记住，那简单一招温柔洁牙按摩护龈，就是你对抗牙龈萎缩的制胜关键。从现在开始实践吧，给你的牙肉一个长回来的机会。未来你一定会为此感谢现在努力护龈的自己。